一直在说别人，那你呢？你有为自己考虑过吗？你未来的人生呢？其实珊珊出事之后，我还没有打算放弃。我真正决心要退役，是在我自己出事故之后。珊珊已经那样了，如果我再出事，妈妈肯定受不了。同样的苦，我不想他们经历第二次。对不起，师傅，提起了你的伤心事。不会啊，其实我还要谢谢你呢。谢我什么？一开始的时候，珊珊总是在我们面前装得很坚强、很豁达的样子，但是我知道，她是不想我内疚，也不想爸妈担心，总是半夜一个人躲起来偷偷的哭。可是突然有一天，她跟我说，她喜欢上了漫画，有了新的人生目标，还有了自己的偶像。从那之后，她的日子里又充满了色彩和动力。她说的那个偶像，就是你吧？没想到我一直努力的事业，竟然真的能给别人带来力量。你以前总是陷入自己的自责和内疚，我希望你以后也能多为自己考虑考虑。师傅，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还想回到大跳台吗？想，做梦都想。大家都那么熟了，睡一个睡袋应该也不会尴尬的吧？而且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如果不进睡袋睡觉的话，那就要被冻死了。我先把衣服当枕头了啊，我先进去了，你接着啊。哇塞，里面太暖和了。师傅，你怎么不进来？我已经捂热了。
雨的潮汐画笔，说了秘密靠近，躲进雪景的你。下一遍故事对白，当篝火盛开，因你而存在。So bring me back to shiny eyes, it's hiding in your eyes。冬眠的心事被掩埋，只有你例外。So when your face is burning bright, hail in my first bite. So I 你想考？So bring me back to shiny eyes, it's hiding in your eyes。明天我有话要告诉你。为什么要等明天？乖，该睡吧。银色的雪继续迷，温柔的意义，而你就是我的谜底。想占我便宜啊？你醒了，你怎么不说啊？就你这个睡相，将来谁娶你啊？反正不是你，我去洗漱了。这儿能洗漱吗？昨天找到的洗漱包。别笑了，你也快点洗。带你去个地方。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到了就知道了。但是，慢点儿。哇，这是最古鲁的树吗？是。走，去
去看看。快点，快点，师傅，走。走。不能。你怎么知道我一直想来孤独的树采风？师傅，你知道吗？这棵树其实有个秘密。什么秘密？就是我们站在这看，你看它是一棵，对不对？再往前走2步，那它是2棵，看到没有？所以说这棵树根本不孤独，嘿嘿嘿。就说它不孤独嘛，上面还有鸟巢，树枝也这么茂密，还有树叶，哇！那你知道这棵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吗？什么传说？传说，在这棵树下互表情意的人，可以永远在一起。慧芝，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的真诚善良，喜欢你的直爽可爱，喜欢你的唧唧歪歪，更喜欢你对事业的坚持和热爱。我带你来这儿，不只是想告诉你我对你的心意，我想像这个美丽的传说一样，和你永远在一起。所以，你愿意做我？我愿意。就让雪替我静默，陪你翻涌的坠落，不是烟火，也想将你紧握。是在荒芜落叶背后为你预留，却不愿你的世界拥有类似伤口。伸出手，碰触尽头，而最后你的眼眸，竟始终为我停留，就让雪之里是我，猜不得暖你身侧，交换皱褶，为你缝合此刻，就让雪替我紧握，陪你翻涌的。在认识你之前，我的世界很简单，除了滑雪还是滑雪。珊珊总跟我说，想要做我的女朋友，就必须要打败滑雪之神。滑雪之神这么厉害？他说的不对，是滑雪之神把你带到我身边。你是上天对我最好最好的馈赠。用我的梦为你的梦不色。那这么说来，我也要感谢漫画之神把你带到我的身边。
也不能这么说，这样说的话，恋爱之神岂不是会生气了？回忆在深夜落雪之后藏了很久，冬眠的梦它璀璨如秋，暖在胸口。干活呢？在画画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就是想给你拿点水果。啊。我还有10分钟就画好啦，你忙吗？不忙。那你进来，等我画完这一页，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画的故事。其实故事的主角并没有真正的穿越，所谓异世界，就是在他昏迷时做的一个梦而已。他努力的想要醒来，然而身体却不受使唤，这种潜意识的感知只出现在梦里。这个设定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总之呢，我这个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爱与重生的故事。桂枝，你加油画，希望你的作品能有一个好成绩。师傅，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漫画的故事叫做“嘘，国王在冬眠”吗？因为我故事的主角，他虽然是个冬眠的国王，但即便陷入了短暂的沉睡，我相信终有一天，他能够醒来，然后夺回属于他的王位。在梦里悄悄努力，然后醒来惊艳所有人。你这个人，你到底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就让雪之里生活，猜不得暖你身侧，交换皱褶，为你缝合此刻。就让雪替我静默。你今天早点睡，明天我带你去一个我朋友开的酒吧。去干嘛？正好国家队在这边训练，我找了2个我队里的朋友，得跟他们聊聊，说不定有你需要的素材。真的？渡你会随我去，星光洒满处停泊。喂，老虎动漫，吴曼曼。是的，现在是这样，我正在画一个单板滑雪运动的漫画。是王总那边给的我您的联系方式，想让我采访您几个问题，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先问一下，您刚才说的单板滑雪漫画，是要参加比赛的作品吗？是的，我这边呢准备了几个采访的提纲。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我已经答应做别人的滑雪顾问了，抱歉。你拒绝了？你拒绝了？为什么呀？王老虎的钱不赚白不赚，你可以再聊聊。这个人也要参加比赛，那不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吗？这又不冲突，我们可以公平竞争。我对我自己的作品可有信心了。我不会帮他。为什么？我只想帮你。哎呀，真是的！你要这么说的话，这钱不赚也行。
师傅，你说这有冰糖葫芦吗？你想吃吗？我想心里更甜一点。走。师傅，要不要来个庆功宴？为什么后面有？必须的，在但今天我不请客啊！为什么不请啊？不请客？上次烤全羊就我请。不是，客人就是请客的人，知道吧？哟，怎么样，在望远镜里看男朋友，有没有更帅啊？那还用问？超级帅！我真的要回国家队了。我知道，恭喜你，师傅，你已经迈出了你的第一步。我们也是，我们已经改完了第一话，一会儿就上场比赛光了。那我们一起加油。走了，未知，快点！来了。师傅，我有预感，珊珊的事情一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还有你的积分赛之旅也一定会一飞冲天的。还有你的漫画，100%会拿第1名。没错，吸引力法则。不过你是不是漏了什么没说呀？什么？那咱们俩呢？我们俩这还用问？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然后像这颗糖一样超级甜，对吗？哎，要一会儿我弄吗？可以的，相信我。加油为山药选手！哎，这个山药不能直接拿手摸，快冲吧！这个山药不能用手直接摸，会痒的。这是一个体贴的好男人。哎，你的菜焦了，我们先把肉给煸熟了。下一步呢？下一步，哇塞，我那儿的毛茸的香味已经出来了。接下来我们放一点盐吧。彩超跟雪神龟的报告已经出来了，还有2个检查没做，有一个是需要挂号排队，对吧？对的，江医生。检查还要多久？大概半小时吧，应该快了。检查报告先放您这儿，好的，江医生。哎呀，谢谢，还冰镇呢。检查好了，怎么样？还不错。你要吧？谢谢芝芝。那2个人是谁？应该是小芝的朋友吧？你现在2个项目呢，还得等待一下，然后还有1个项目呢需要挂号。那个小姑娘挺可怜的，这么年轻就坐轮椅了。放平心态，约一下。行。还有1个预约排队呢，所以你就放平心态就好了。好了。好。走。走。好，爸妈，你们怎么在这儿？我带你爸来做个健检。平时也就只有我关心你爸的身体了。阿姨，您带叔来做体检，怎么不跟我说呢？我来安排呀。
谢谢你啊，一鸣，这都是小事情。是这种小事儿就不麻烦你了。叔的事儿怎么是小事儿啊？而且不麻烦呀。让小芝的朋友来做体检也是我安排的，多方便啊！小芝的朋友啊，不给爸爸妈妈介绍一下吗？这是善善，是我的朋友，一起画画的。阿姨好，叔叔好。你好，你好。他是善虫，是善善的哥哥。哎，叔叔阿姨好。你好。那我和一鸣哥先送他们回去了，你们继续体检吧。我们都已经体检完了。小芝啊，这我就要说你了，你自己行踪不定不回家住也就算了，怎么南城来了朋友，也不请到家里做客呢？正好今天一鸣也在，我煲了点汤。虫什么虫？善虫阿姨。善虫，那一起到家里喝个汤呗。珊珊，你不是前两天跟我说，你特别想尝尝咱南城人最爱喝的煲汤吗？我还是不去了吧。事已至此，善善，一起去吧，一起去吧。好，那就麻烦叔叔阿姨了。一点都不麻烦，走吧。哎，阿姨，走，叔，阿姨，您到时候教一下我，您那煲汤我特喜欢喝，自己有等会再说吧。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我爸妈会忽然出现，搞得你一点准备都没有。确实应该给叔叔阿姨带点见面礼。对了，我家可能和别人家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很难解释。我们聊聊。我要代表我妈对你的态度说声对不起。没事啊，我就是珊珊的哥哥，你的滑雪教练。哎呀，我也对不起。我承认，我的确没有做好正式把你介绍给他们的准备。怕我承受不住啊？当然不是。实话告诉你吧，我和我爸妈也不常在一起。小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外面拼搏事业，3天2头的都不回家。我等于算得上是我家阿姨把我带大的。高3那年的时候，他们突然回来了，但是我呢也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叛逆小孩一样，非要跟他们对着干，反而想跟他们建立起一种久违的亲情。为了讨好他们，以至于后面我想报考的美院都放弃了。但你现在不是已经在……
没错，那是因为后面我进入大学之后，每天面对着我非常讨厌的东西，有一天我忽然幡然醒悟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要为了我自己而活。我的选择，我的决定呢，也要听我自己的，哪怕他们不同意，他们反对我，我也会努力的证明给他们看的。没想到你从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好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刚才在饭桌上，我跟你说的那些什么金牌呀，得不得奖牌的，那都是为了堵住我妈的嘴，你可千万不要有压力啊。我妈这个人呢，她就是嘴硬心软，她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你怎么知道我要给你打电话？你在哪儿啊？我刚忙完，想请你吃点好吃的。怎么了？心情不好啊？没。你把位置发给我吧，我过去找你。好，待会儿见。大半夜叫我出来，就是帮你拎宵夜。不是拎宵夜，我是在请你吃宵夜。吃完东西再走吧。之前在花莲的时候，你带我去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我这是礼尚往来。这条呢是我最喜欢的海边小吃街，小乌龟，小乌龟。哇塞！好久没有看到真的小乌龟了，你看，太可爱啦！但是我觉得没有我的小乌龟可爱，放回原位啦。每一张长得一样啊。小山。其实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啊，很简单，就是想告诉你，我跟小芝的妈妈意见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有一个幸福、稳定的未来的生活，这些都是你目前不能给他的。叔叔，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我真的很爱未知。您和阿姨能给我一个机会吗？小山，可能对你来讲，我们是自私了一点，
不过叔叔对你印象还是不错的，有担当，也有责任感。但是仅凭这一点，我和小芝的妈妈还不能把我们的宝贝女儿托付给你。开心吗？谢谢你。突然谢我什么？所有。你是不是因为担心珊珊的事，还是着急想回国家队？不要压力这么大了，你这样我会心疼的。山虫，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你吗？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贪图眼镜布大婶的美色，做做白日梦而已。后来，你就出现了。你那么毒舌，我每天都快被你气死了。但是，当我知道你就是眼镜布大婶的时候，我心里竟然还有点小窃喜。后来呢，我就渐渐地发现了你的很多优点。你做事情认真，专业也很好，很有上进心，对朋友啊，对家人都特别的有责任感。关键是，对我也很好。好了好了，不说那么多了，我对你肯定就是一见钟情喽。我们在南城相遇，又一起去了北山，又一起去了西城，最后又回到了南城。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特别的缘分？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的人生是一本漫画的话，那我故事里的男主也一定会是你。妈，是不是被我感动的说不出话了？对不起。什么对不起啊？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你要去做什么？慧芝，现在的我可能没有办法向你父亲证明我能给你幸福。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向他证明？我确实什么都给不了你。我没想要什么。但我不能不想。我不能就这么心安理得地享受你的爱情，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独自承受你父母的担忧和质疑，不管不顾我们的未来和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风险。风险？能有什么风险？慧芝，我希望我能跟你一辈子都在一起。我希望我们能昂首挺胸的牵着手走下去，不畏惧任何人的质疑。但现在的我，确实没办法做到。或许在你眼里，我在雪场上无所不能，但生活不是雪场，南城从不下雪。我必须有我的担当，给我们彼此一个看得见、靠得住的未来。所以，我们暂时分开，好吗？不好。我知道，我妈对你的态度可能是有些不尊重，但我会跟她说清楚的，我会去跟她解释的，我会让她也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你不要对我说这些话，好不好？我会用我最大的努力和最短的时间，证明我能给你幸福。所以，你就因为这些事情，就能这么轻易的和我说分开？对不起。好，好，我尊重你。回忆在深夜落雪之后藏了很久，大师的梦被时针做旧，锁在心口。回忆在深夜落雪之后藏了很久，大师的梦被时针做旧，锁在心口，却偷偷倒流散尽的沙漏，也任由这场漂流。你怎么来了？对啊，好巧，你也在这儿。我在这训练。我知道。哦，我不知道，没想到你也在这里。最近好吗？挺好的，
漫画很顺利，你呢？我也挺好的。那就好。你来采风吗？是啊，跟着冰雪组委会来的。打算待几天？5天。一会儿去哪儿？还不知道，跟着领队走。你呢？我一会儿去大跳台训练。山总，更衣室换衣服，上跳台。哎，来了。那我先走了。再见。回忆在深夜落雪之后藏了很久，冬眠的梦它璀璨如秋，暖在胸口。你好，请问你们刚才说滑雪队有人受伤了，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我们是田径队的。我自己回酒店。贾老师。你好，请问一下，有一位受伤的国家队运动员在哪里？国家队有在2号留观室。谢谢。山城，家属吗？你是谁啊？不好意思，认错人了。Secrets keeping in breath when snow kissed the lonely trees and hold me. 我送你回去。潮汐画笔，说了秘密靠近，躲进雪景的你。下一遍故事对白，当篝火盛开，因你而存在。So bring me back to shiny eyes. It's hiding in your eyes. 童年的心事被掩埋，只有你例外。So when your face is burning bright, healing my first bite. 你是不是眼睛不舒服？我去帮你买个眼药水。没事。那我先上去了。密云悄然的平行浮萍，摇曳的树影约定。当你将梦唤醒，重逢在这片纯白。你上去先拿冰饮冰敷一下。你仍然在
你要说什么？ So bring me back to shiny eyes. It's hiding in your eyes. 你练习的时候也多小心。就为你醒来。So when your face is burning bright. 没什么事，我先上去了。 你好，有位先生在前台给您留了这个。我去给你买花。谁要你的花？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很想你。 我以为我的训练强度再高一点，让自己再累一点，就可以克服对你的思念。但我发现我错了。我做不到。 未知，我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而为难。我希望看到你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很幸福。我希望我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站在你身边，让你接受所有人的祝福。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如果站在我身边的人不是你的话，就算所有的人都祝福我，我也不会快乐的。就让雪之淋湿我，猜不得暖你身侧，交换皱褶，为你缝合此刻。就让雪替我静默，陪你翻涌的坠落。对不起。不是烟火，也想将你紧握。我也对不起。 我也撒谎了，我每天都会想你。
每天都会想你。当你坚定走向我，从此守在你身侧，用我的梦为你的梦补色。请原谅我的沉默，陪你勇敢的坠落。漫天烟火，不禁相拥温热。我们不要去担心以后了，好不好？无论发生任何困难，都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目标一致，就是不分开。那我们现在这样，算和好了吧？你说呢？就让雪之淋湿我，才不得暖你身侧，交换着为你缝合此刻。到了。到了。我最近都在集训，等明天一早，我就请假带你出去玩。好吧，你早点休息。嗯。晚安。晚安。慢点。我们去哪？带你去采风。师傅，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上次在乐州，老严他们去骑马，你不是没跟上吗？我没跟上，怪谁呀？现在不是补偿你了吗？你看他们两个在喂马。哇，你看，孩子们在喂马，你看，我们也来了。这匹，老板，这匹也是汗血宝马吗？这匹也是汗血马，它叫阿哈尔结晶，它的名字叫战神。战神，怪不得我看他长得这么帅呢。丫头，这匹马是我的宝贝马，我牵过来给你表演一下，行不行？好啊。来，小伙子，咱们站在一块儿看啊。行，咱爹把马给我牵过来。哇塞，好恐怖啊！行。忍不住想靠近点，住进你的心里面，你们装下话一遍两遍，可在我心跳那一边，让我靠近点，靠近的人就不许走远，学着做着拉钩的就请你兑现，睡醒前闭上眼，做的梦再重播一遍，去了远，它是我们的语言，画一片
故事线，唯一主角交给你出演，最好你能剧透一些情节。一想是丘比特命中了一件的意外，该不会只有我中招，而你小心避开。他想不起来，我在空白，雪地间写了信，等你在融化前打开。可不能借给我你有双捂好的口袋，在雾气里写你的名字 ，Life 在倒腾 ，Time 天再冷，之间的痕迹也不会被覆盖。看得这么入神，师傅，你从这个画中能感受到什么？它有点让我想起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那个小女孩，眼神中透露着一点不舍，一点悲伤的情绪。这就是艺术有趣的地方。我听别人说过，艺术就是感受力。每个读者在品鉴画作的时候，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感受，甚至有时候，他们能读出作者都没有的情绪。师傅，那你记得我在机场送你的那幅画吗？你知道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我知道。烟花短暂，你希望我的快乐绵长。到了。好热闹的地方，就是这里吗？好漂亮！看呀，想吃什么口味？朗姆酒吧。行，先去做吧。你好，要一个朗姆酒，一个香草。秋千。哎呦，羡慕吧？哟，你的啦。呵呵，太幸福了。没出息。朗姆酒的。哇！好吃吗？笑什么呢？想到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也是穿着小熊装。你这是什么口味的？香草的。也很好吃。唉，好可惜，只有今天一天自由活动的时间，明天就要回去了。没关系啊，正好我明天要训练，要准备世界杯的积分赛了。那好吧，那我们就各自努力拼搏一段时间。
等我结束了就去南城找你。真的假的？当然。耶，师傅太好了！哇！咦，大功告成。发朋友圈？对啊，也太有艺术细胞了吧！开心吗？当然喽，想做的事情都做了。今天，你怎么都知道？上次你给花园点赞，说想去骑马，说想有个人给你买冰淇淋，说想做手工蜡烛。之前我没能陪在你身边，跟你一起做的那些事情，之后我都会补回来的。打住！我这么做不是想看你哭鼻子的。我就是太感动了。不许哭哦。那既然都有蜡烛了，不如我们来许个愿吧。又不是过生日，许什么愿啊？我，不管，我先许了。师傅，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还想回到大跳台吗？做梦都想。他虽然是个冬眠的国王，我相信终有一天，他能够醒来。然后夺回属于他的王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其实我从不觉得尽力而为了就不会有遗憾。我要比尽力而为再往前走一步，才能拿到属于我的荣耀。向成，左脚正脚出发，非常的快，他需要完成超高难度动作，才有可能超越约翰，让他看起来非常的坚决。还在加速，还在加速，靠近脚来，是外转的动作。我来给你们两个讲下戏啊！依然还是男女主来到了2800的雪山上。女主呢觉得前方的景色非常的美，所以慢慢的走到了雪山的旁边。而这个时候呢，男主从背后慢慢的走向女主，从背后环住她的腰，两人一起欣赏大美河山，明白了吗？有台词吗？随便，不限制。OK， 来吧啊，给你个高级位啊！3、那我先上了。2、1 ，Action！ 女主慢慢走向雪山旁边。好漂亮的雪山。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男主慢慢的从背后走向女主，女主在静静的等待，男主缓缓走来。这个时候呢，要从背后。却偷偷倒流散进的沙漏，好漂亮呢，也任由就常漂流。从今为你而驻留，就让雪之里生活，彩雾的暖你身侧。桂枝，谢谢你来到我身边，跟我分享你的快乐，你的梦想。遇见你，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雪见证了我们的相识，所以我决定在这个地方告诉你，以后的每一天，我都希望我的身边有你。
随之，你愿意嫁给我吗？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我愿意呀！愿意呀！冬眠的梦，它璀璨如秋，暖在胸口。我愿意，我愿意，你快起来，快起来！星星。来吧，那个我家机位了啊，这边小机位，这边一线啊。来啊！看好机位啊！记好机长，3、2、1，起！